嗨，大家好，我是唐秋君。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从来不玩苏打车游戏。不管是逃离塔科夫、暗区突围还是三角洲行动的这类苏打车，我玩过，但都不怎么入迷。而最近国外爆火的 ARC Raiders 同样是苏打车类型。那么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下苏打车游戏到底是什么类型游戏，以 PVP 为主和以 PVE 为主的苏打车有什么优缺点？至于 ARC Raiders 为什么能爆火，相信看完视频之后你也会有自己的答案。首先要聊一下苏打车这类型的游戏，在我看来，它的本质实际上是策略加射击游戏。苏打车这三个选择每一步都影响最终结果，但这结果跟爬不器这类的大逃杀游戏完全不同。大逃杀游戏是零和博弈，最后只有一个胜利者。可苏打车呢，能有多个赢家，你可以选择纯搜，拿默认的装备进图，捡完就撤。也能选不搜只打，专门蹲别人抢别人的新人装备，最后也能成功撤离。另外也可以选择不撤，带着一身破烂装备，自己随便搜一搜，遇到一些主播或者大佬就拼死一波，赢了血赚，输了也不亏，毕竟成本也没有多少。所以苏打车这种游戏很有意思的是，它既像策略游戏，又有点商人游戏那味儿。你最终游戏体验爽不爽，赢不赢，不光看游戏体验，还得算一笔成本账。哪怕战斗没有打好，只要仓库里的东西没亏，从商人角度看你也没输，这相当于自我安慰拉满了。但我不玩的原因特别简单，太累了。我要是想玩策略游戏呢，就直接玩纯策略游戏；我想玩射击游戏，就纯玩射击游戏，或者最多像《守望先锋》那样靠技能配合的射击游戏类型，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又要想策略，又要顾射击，我觉得玩起来有点累。而且我对于游戏输赢的执念一直很低啊！我玩游戏就图个体验，我跟朋友开黑玩游戏啊，我输了都觉得挺开心的，赢了没有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就是一款游戏而已。顶多呢，在1v1对打的时候呢，有点胜负欲，那输了也不会觉得太挫败。而苏打车游戏的核心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玩家在过程中获得快乐，不管是你捡完就撤还是烂装备硬拼，哪怕是打爽了，最后对比仓库都不算亏，都能有好的体验。那对我来讲，真的没有太多必要，因为我玩游戏本来输赢都能玩得很开心，我一直是注重游戏体验的。对这种让所有人都爽的苏打车游戏的定位呢，我没有太多需求。聊完我不玩这类游戏的原因呢，我们重点聊一聊 ARC Raiders。这款游戏第一时间我就买了，结果呢玩了没多长时间就退款了。说实话，在我看来，我并不是它的受众。它是一款 PVE 加 PVP 混合的苏打车游戏，核心还是撤离。玩家可以在进图之前选择默认免费的装备，那玩家进图之后赚回来就不亏了。那 ARC Raider 这款游戏在我看来有两个关键设计，一个就是地图中有很多的 AI 机器人，他们都是电脑啊，有大型机器人，也有一些飞行怪。另外就是还有一些真实的玩家，这就带来这款游戏多人体验和单人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单人排到的大多都是孤狼玩家，大家遇到之后基本不会发生战斗冲突，因为有电脑这个第三方的敌人，有种陌生环境下临时结盟组队的感觉。而多人组队就复杂多了，人多就心思多。虽然也会因为有电脑的敌人存在有合作倾向，比如说双方打架时引来了电脑，那基本上都是优先停手联手打电脑的，但心理博弈会更多。另外，游戏中有轮盘进行交流啊，不用说话也能进行沟通，降低了多种语言的沟通成本。在单人游玩过程中呢，有更多的合作倾向，而在多人组队中也是以合作为主的。另外 ，ARC Raiders 还有一些细节优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材料加蓝图来升级，把高价值的道具养成给拆解开了。我们用品质最低的材料也能合成最高级的道具，经济控制也没有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那么严格。本质上，它就是一款偏合作的 PVE 苏打车游戏。社区氛围特别好，好评率高也非常正常。毕竟多数情况下是大家一起打怪物，没有任何人偷袭，体验感自然非常舒服。另外，游戏中的音乐、音效、美术效果以及游戏中人物的各种动作非常自然、非常顺滑，也能打出身法来。这就使得游戏的体验，不管从游戏玩法还是画面观感来讲，都比之前的苏打车游戏更强一些。不过它的问题很明显 ，PVE 的内容消耗是太快了，玩家合作打电脑肯定能够打赢，很快玩家就能把所有内容玩透。这对策划的要求就非常高了，就得不停的更新新的地图、新的电脑 AI， 不然玩家很快就玩腻了。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以 PVP 为主的苏打车游戏，比如说三角洲行动、暗区突围这些类型的，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其实是绑定的。这类游戏在我看来，局外养成跟局内体验是混在一起的。在这类的苏打车游戏中，玩家进图需要带额外的装备，如果玩家没有及时撤离，在地图中死掉之后，可能会造成大量的损失，之前努力会白费了。这就像玩家存款丢了一样，让人心疼。而且游戏的系统会着重加强这种竞争关系，将道具跟钱等比例换算，让玩家真的感觉到金钱的损失。但是这类游戏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生态失衡。首先第一点，玩家水平会形成金字塔效应，随着游戏理解加深，还有一些职业玩家入场，打架强度会越来越高。第二点就是喜欢搜完就撤的囤货型玩家，知道会遇到高强度的敌人，一局下来血亏，存款感拉满，慢慢就退游了。第三点，哪怕是喜欢打架的玩家，因为水平参差不齐，你的成功撤离大多数情况是靠运气的。
而喜欢打架会让你的运气逐渐降低，策略感会荡然无存。第4点是新人带着默认装备进图呢，基本就是送分，很难追上进度。当然，玩家可以打低级地图，但是你想追上高级地图的这个进度也是很难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2类苏打车游戏在我看来的核心区别，还有 ARC Raiders 的爆款原因和未来趋势。以 PVP 为主的苏打车游戏本质就是策略设计加竞技博弈，优点是玩家互动性强，策略感足，游戏寿命更长，跟人斗其乐无穷，而且会诞生出新的玩法。但缺点也很致命，新人难存活，生态容易失衡，挫败感强，容易流失普通玩家。那么以 PVE 为主的 ARC Raiders， 它的优点是合作氛围好，对新人友好，不用怕被老玩家虐。体验感比较轻松，但缺点是内容消耗快，策划更新压力大，而且游戏乐趣全靠官方提供，玩家主动性是不够的，长期玩下来容易感觉无聊。至于 ARC Raiders 为什么爆火，就是因为它抓住了合作 PVE 这个点，谁不喜欢跟队友一起打怪物，不用勾心斗角呢？但以我过往玩游戏的经验，我可以预测 ARC Raiders 这款游戏的游戏寿命，它肯定比不上以 PVP 为主的苏打车游戏，因为在之前有大量的合作打怪兽的游戏都证明了 PVE 内容消耗太快，而且玩家很快就能找到最优解。这种最优解的打法传播开之后，游戏的新鲜感会进一步下降。不过 ARC Raiders 也有改进空间，比如后续可能会加一些红名机制、通缉系统，对于那些不合作滥杀的玩家有一个惩罚机制，或者是分合作服务器和混战服务器。当然，甚至可能演变成类似狼人杀的简单玩法。通过轮盘交流和看到对方的击杀数据，能够简单判断下谁是狼人。不过，由于国内外游戏生态的截然不同，国外的游戏 ARC Raiders 大概不会采用加强游戏内部竞争加剧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比如说红名系统、通缉单，甚至是有一些类似狼人杀的玩法。国内的游戏生态特别像是从韩国传过来的游戏生态，特别喜欢把游戏中的群体分成大啊、小啊、中啊，不同的人群可能会体验不到其他人群的游戏体验，因为你可能没有花钱。而且这样的游戏想法一直传到了其他的单游戏类型中，但是国外的游戏厂商在我看来，大多数会采用照顾所有游戏玩家的想法，尽量满足不同游戏想法、不同的所有层面的玩家都有足够的体验，同时所有的玩家群体都能体验到相同的内容，只不过区别在于是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而已。不过随着单游戏的商业化的发展，很多游戏也出现了抽卡、氪金这样的内容。其实还是有一些游戏厂商开始逐渐向游戏分化群体的这种方向进行靠拢。我们不能因为活在这样非常功利的游戏氪金环境中，就忘记了游戏体验的重要性和游戏玩家的平等性。作为一个不玩苏打车玩家来讲，我还是挺期待它后续变化的。2类苏打车游戏的更新进度我都会时刻观察的。总的来说，苏打车是一个很好的游戏类型，只是不太适合我这种少玩游戏跟策略游戏分得很开的玩家。所以呢，喜欢策略跟射击加进行博弈的以 PVP 为主的苏打车游戏值得尝试。如果你想跟朋友或者是路人轻松合作，ARC Raiders 现阶段是表现不错的。不知道大家对苏打车游戏有什么看法？是喜欢 PVP 设计的博弈感，还是喜欢 PVE 的合作感受？有任何对苏打车游戏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交流。我是唐牛君，我们下期再见。